我和发小张涛合伙开装修队，我手工艺，他揽客，半年狂赚180万，他却只分我5万，还偷偷把国标材料换成劣质货，彻底寒了我的心。张磊，合伙协议写的明明白白，利润对半分，180万纯利你就给我5万，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这钱你拿得安稳吗？场地是我的，客户是我的，资质是我的，你就是个出力气的匠人。给你5万已经是仁至义尽。我用毫米级工艺帮你稳住8个家装，2个工装。你把国标2.5平方线换成非表线，实木多层板换成甲醛超标颗粒板，水电横平竖直的底线你都敢破，这是拿客户的安全换钱。装修这行能省则省，谁跟你一样死磕0.5毫米误差，客户又看不出来，底线能当饭吃？客户看不出来，我心里过不去。水电大弧弯，柜体 PAR 封边，墙面冲丝保平。这是我做匠人的底线，少1分都不行。没有我，你连干活的地方都没有。陈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的手艺走到哪儿都有饭吃，你这种偷工减料的路子，迟早摔得粉身碎骨。你敢咒我，立刻滚出我的装修队！离了我，你在这行寸步难行。走就走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死磕工艺的呆子能折腾出什么名堂。被张磊扫地出门后，我用3万积蓄租了小店，挂起陈峰精工装修招牌。可张磊在圈内放话排挤我，大单接不到，只能做小修补。老陈，张磊在装修圈放狠话了，谁敢给你派单供材料，他就断谁的渠道。你这小日子怕是不好熬啊！他抢的是眼前小利，我守的是长久口碑，慌的是他，不是我。他现在用劣质材料报价比你低1半，抢了好几个大单子，你就靠小修补撑不了多久的。装修是良心活，糊弄得了一时，糊弄不了一世。他的工程早晚要出大问题。我这儿有个老客户刘姐，要做全屋定制，嫌张磊做工粗糙，封边全是胶线，想找个靠谱匠人。我把他介绍给你，能不能成全，看你的手艺。老周，这份情我记一辈子。我一定用实打实的工艺征服客户，让张磊的小伎俩彻底失效。我信你，你的精工手艺是那些投机取巧的小人永远学不会的，好好干。我接下刘姐的全屋定制单，这是我翻身的第一仗。可张磊竟然上门诋毁我，低价抢单，我当场用工艺细节狠狠打脸。刘姐，你可别找。手艺。为了做好刘姐的单子，我通宵赶工，每一道工序都亲自上手。可张磊不死心，半夜偷偷来工地搞破坏，被我监控拍个正着。偷鸡摸狗的把戏，在绝对的工艺面前一文不值。张磊，你就等着自食恶果吧。国标水管滞后4.2米，你换的这种只有2.8米，打压测试肯定爆管。还有这飞标线，负载功率差30%，迟早引发火灾。张磊啊，张磊，你连客户的生命安全都敢赌啊！刘姐家验收当天，邻居们争相参观，我的精工手艺彻底出圈，订单接踵而至，张磊的嚣张气焰被彻底浇灭。陈师傅，这工艺也太绝了，比我想象的好100倍。比张磊做的强10000倍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精工定制。我的天，这封边一点胶线都没有，锤子这太标准了，连5金安装都这么规整，这才是真正的匠人手艺。陈师傅，我家马上装修，全屋定制就找你，多少钱我都愿意，就冲你这做工。其实不难，就是死磕细节，材料用国标，工艺守底线，客户自然能感受到咱们的用心。
我一定要帮你宣传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咱们这儿有个坚守匠心的好匠人，绝不让劣币驱逐良币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我接到工装竞标邀请，熬了3个通宵做方案，可同行理想竟然抄袭我的设计，在竞标会上冒充原创，我当场戳穿他的骗局。王总，这是我独家设计的工装方案，工艺精湛，性价比超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这方案细节很到位，工艺标准也高，不错，很符合我们的要求。李赏，你抄袭我的方案还要脸吗？我的吊顶加固工艺，隐形母金设计，你抄的走样子，抄不走核心技术。你胡说！这是我自己熬了几个通宵设计的，你就是嫉妒我能拿下项目。我每一步设计都有云端修改记录，72小时通宵修改的时间线清清楚楚。你昨天才偷到我的方案，今天就敢冒充原创？抄袭方案是行业大忌，取消你的竞标资格，永远拉入我们公司的合作黑名单。理想抄袭被戳穿，当场放狠话报复我，我却现场演示独家工艺，征服招标方，顺利拿下工装项目。陈峰，你毁了我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陈师傅，你的匠心和专业在现在的装修圈太少见了，太多人只想着赚快钱，没人守工艺底线了。这个工装项目交给你，我放心。王总，我一定用极致工艺把项目做到完美，绝不辜负您的信任。水电走绘无死角，吊顶承重翻倍，柜体封边无缝，这是我的工艺标准，也是我做匠人的底线。好，就冲这手艺，以后我们公司所有装修项目都交给你。理想不甘心失败，收买施工员想偷工减料栽赃我，施工员良心未泯，主动向我坦白，我再次守住工艺底线。陈师傅，理想给我发了2000块红包，让我把龙骨间距放宽，电线换成飞镖，还让我故意留隐患，栽赃你工艺不合格，我没敢答应。他偷方案不成就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真是可悲又可笑。我知道你是正经做手艺的，偷工减料坑客户的事儿，我坚决不做，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。咱们做装修靠的是手艺和良心，你跟着我干，赚干净钱，工艺过硬，走到哪儿都硬气。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的工艺经得起任何检验，他的小伎俩根本伤不到我分毫。陈师傅，你的工艺太牛了，这是我见过最标准、最精致的工装项目，超出了我的预期。王总，他偷工减料，他的工程有严重问题，我举报他。我发现他用的电线不是国标线，厚度比标准的薄了0.2毫米。检测报告在这里，所有指标全部合格。你抄袭、栽赃、使绊子，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……你靠投机取巧混日子，不靠手艺靠算计，注定只能沦为业内笑柄，永远成不了气候。之前我听了他的挑拨，还暗自在心里犯嘀咕，没想到他是自己技不如人，跑来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干装修这行靠的就是手底下的硬功夫，偷奸耍滑换不来真口碑。以后我们集团所有的装修项目全交给你们陈峰精工做，就信你这手实打实的好活。本地装修大佬高薪挖我，要求我放宽工艺标准，配合偷工减料。我当场撕碎合同，彻底得罪他，也守住了自己的底线。陈峰，你的手艺我认可，只要你放宽工艺标准，缝隙放宽到2毫米，咱们一年能多赚几百万，何乐而不为？我做装修不是为了赚快钱，是为了守匠心，偷工减料糊弄客户的事儿，我永远不做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断了你的材料渠道，看你怎么干活，怎么接单。我靠手艺吃饭，就算用普通材料也能做出精工艺，你打压不了我的匠心，更抢不走我的手艺。陈峰，我让你在这行混不下去，我倒要看看你死守底线能撑多久。
请问陈师傅，王总说您故意抬高工艺标准，搅乱本地装修市场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只是做装修，谁破坏规矩谁对不起业主。不是我搅市场，是有人想把市场搅浑捞钱。我守我的规矩，没别的说法。王总施压建材商断我供货，可老周宁愿得罪他，也要给我供国标材料。走在建材市场的过道上，看着熟悉的店铺，却一个个对我闭门谢客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但一想到老周的仗义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诚信和口碑才是我最硬的渠道。老陈，王总放话打压你，谁敢给你供货就断谁的渠道。可我信你，你守底线做良心工程。我就算不赚这个钱，也得支持你。这些材料都是我特意给你留的，绝对是国标品质，你放心用。老周，谢谢你，这份情我一辈子记着，以后我发达了一定加倍报答你。看着这些优质的材料，我心里真的太感动了。咱们做建材的，就想跟靠谱匠人合作。你的精工手艺能让我的材料卖出好口碑，这是双赢。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说，我一定尽力帮你。老周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，把工程做到最好。我的口碑传遍业内，富豪赵总找我做千万级会所精装，预算无上限，只认精工工艺，这是我逆袭的关键一步。陈师傅，我找了无数装修队，要么偷工减料，要么工艺粗糙，没有一个能守住精工底线。只有你，让我看到了匠人的初心。你的工艺，我是100个放心。赵总，装修是匠人立身之本，我绝不会糊弄任何一个客户。每一个项目都当成自己的家来做。这个1000平高端会所，新中式风格，全屋实木定制，要求工艺达到艺术品级别，预算无上限，只要手艺好，钱不是问题，交给你。张磊眼红我接下千万级项目，上门低价抢单，被赵总当场赶出工地，颜面尽失。赵总，我报价比陈峰低1半，材料看着一样，工艺也不差，您找我做，能省一大笔钱。你的工艺我见过，封边全是胶线，柜体缝隙超标，连基本的垂直度都做不好，也敢接我的高端会所？我可以改，我也能做精细工艺，我一定能做好。精工工艺是10年磨一剑的匠心，不是你随口说说就能学会的。你偷工减料惯了，根本不懂什么是毫米级细节，什么是匠人良心。王总亲自上门断我材料，我警告你，谁敢给陈峰供货，我让他在本地建材圈彻底混不下去。陈师傅是我请来的精工大师，你断他的货，就是跟我作对。你的装修公司，别想接我旗下任何一个项目。赵总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我不敢，我马上走。滚出我的工地，以后别出现在这里。陈师傅，材料我已经从德国空运过来了，环保等级 F444，你尽管放手做。赵总，您这份信任比钱还重。我保证，每块板材都用激光水平仪校准，每道工序都拍视频存档，出问题我10倍赔偿。会所中期验收，我的工艺被业内专家评为行业精工标杆，我的名字在全国装修圈传开。陈师傅的工艺10年难遇，重新定义了装修精工标准，这才是真正的匠人精神。坚守底线，不偷工减料，在现在的装修圈太珍贵了，值得所有匠人学习。陈师傅，你没有让我失望，这个会所注定成为行业经典作品，流传下去。张磊、李想、王总等人听到我获评精工标杆的消息，全都脸色铁青，悔不当初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张磊偷工减料终于出大事，水管爆裂淹了全屋，板材甲醛超标3倍，客户索赔50万，他的装修队彻底崩盘。张磊，你用劣质材料偷工减料，把我家装成这样，赔偿50万，少1分都不行，我还要曝光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马上修。修？我要退房！你这种无良匠人，偷工减料坑害客户，就该被行业彻底淘汰。
他想起陈峰坚守的底线，想起自己当初的嘲讽与排挤，终于后悔莫及。行业聚会上，我成全场焦点。张磊濒临破产，跪求我帮他，我当场拒绝，让他为自己的短视买单。陈师傅真是厉害，死守工艺底线，硬生生靠手艺杀出一条血路。比起那些偷工减料赚快钱的，陈师傅才是真正的匠人，活该他成功。老陈，我求求你了，救救我！我赔了客户50万，装修队倒闭，老婆带着孩子走了，我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你把工艺教我，给我几个小单子，我再也不偷工减料了，我一定守底线。我给你磕头了。当初我在你装修队劝你别用飞镖电线，别换劣质板材，你说我死板不懂赚钱，我被你扫地出门。你在圈内放话打压我，你得意洋洋，你靠偷工减料赚黑心钱。如今落得这个下场，都是你自己选的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看在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。我的工艺只传给坚守良心、敬畏手艺的人。你眼里只有利益，没有底线，你学不会，也不配学。你为自己的短视和自私付出代价，理所应当。你想抄袭我的方案，偷工减料导致柜体坍塌砸伤人，被客户起诉，工作室倒闭，背上巨额债务。李想，你摸着良心说。你这辈子都别想再碰装修。王总公司偷工减料被曝光，口碑崩塌，员工离职，项目全失，濒临破产，后悔却已来不及。王总，咱们公司偷工减料、以次充好的事儿被客户曝光到网上，现在全城都知道了，谁还敢我们装修？我再待下去，连工作都找不到。你当初非要挖陈峰，让他放宽工艺底线，人家不肯，你就打压人家。现在人家成了精工大师，咱们公司却要倒闭了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陈峰师傅坚守底线，客户排队找他，你只想着赚快钱糊弄客户，现在落得这个下场，没人同情你。我赚了几百万，买了豪车豪宅，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我当初就不该逼陈峰放宽底线，不该打压他，不该偷工减料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儿。我现在后悔死了。王总，我之前在你这儿订的工装项目，现在全解约。我宁愿多花钱找陈峰师傅，也不敢用你这种无良公司。你们的工艺连最基本的安全都保证不了。我被媒体报道逆袭成全国知名精工大师。陈师傅，你太让我惊喜了！这不仅仅是一个工装项目，更是装修行业的精工艺术品。我走遍全国，都没见过这么极致的工艺。陈峰大师的毫米级工艺、终生质保的承诺，重新定义了高端工装的标准，这才是真正的匠人精神。采访结束后，陈峰回到公司，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精工公司。他租了一间更大的办公室，招聘了一批手艺精匠的工人，制定了严格的工艺标准。陈大师，您在行业里被排挤、被抄袭、被打压，却始终坚守工艺底线，您想对同行说些什么？装修是良心活，工装是民生事，偷工减料、工艺造假、窃取方案，或许能赚一时的快钱，但走不长远。真正的匠人，靠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手艺，守的是不能触碰的底线，赢的是客户一辈子的信任。张磊破产流浪，李翔负债被诉，
王总公司崩盘，所有势力同行都为自己的偷工减料、投机取巧付出了惨痛代价。我成立自己的精工公司，只做高端工装与全屋定制，坚守底线，订单排到1年后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，咱们公司不管接多大的订单，赚多高的利润，有3条铁律不能破。第一，材料必须国标环保，绝不以次充好。第二，工艺误差绝不超0.5毫米，绝不糊弄细节。第三，绝不偷工减料、工艺造假，谁碰谁滚蛋。严守铁律，坚守匠心。陈总，我们是连锁酒店集团，想和您签订全国30家门店的工装合作，订单总额2亿，我们愿意排队等1年，只认您的精工工艺。感谢信任，我一定带领团队把每一家门店都做成精工标杆，绝不辜负。我受邀登峰会演讲，分享匠心理念，获精工匠人终生成就奖，成为行业精神标杆。各位同行，我们身处的装修行业曾经乱象丛生，偷工减料、工艺造假、窃取方案背刺同行，这些行为毁掉的是行业的信誉，伤的是客户的心。我做装修10年，被排挤、被打压、被抄袭，但我始终守住一条底线：手艺是根，良心是本。毫米级的误差是对工艺的敬畏，国标级的材料是对客户的负责，不妥协的坚守是对匠人的尊重。我希望从今天起，我们所有匠人都能放下投机取巧的心思，死磕工艺，坚守底线，让装修行业变成真正的良心行业。让我们一起用匠心铸就品质，用底线赢得未来。陈峰大师用10年坚守诠释匠人精神，为全国装修匠人树立了榜样。精工匠人终身成就奖，你实至名归。街头偶遇落魄的张磊，他靠打零工为生，彻底醒悟，向我道歉。我释然放手。老陈，我今天是专门来跟你道歉的。我当初排挤你，抢你项目，偷工减料，坑客户，我自私自利，短视无知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我活该。我现在靠搬货过日子，才明白你说的底线是什么意思。手艺才是吃饭的根本，良心才是长久的底气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你能醒悟就好。以后踏踏实实做事，别再想着走捷径，坚守底线，哪怕做小工也能活出样子。我晚了，我破产欠债，妻离子散，这辈子都追不上你的脚步了。我永远学不会你的精工底线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。我拿下5000万城市地标工装项目，成为本地装修行业领军人物，登顶逆袭。陈峰大师的精工工艺诚信底线是我们选择合作的唯一理由。这个城市地标项目是城市的名片，我们相信只有陈大师的团队能打造出匹配城市形象的精工工程。陈峰师傅坚守匠心，引领行业规范化，为城市装修行业树立了榜样。这个地标项目交给你，我们放心。感谢政府，感谢地产集团的信任，我将带领陈峰精工团队，以毫米级工艺、国标级标准，打造城市级精工标杆，绝不辜负这座城市的期待。我从一个被排挤的小匠人，逆袭成为业内顶流精工大师，靠的不是投机取巧，不是人脉套路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精工底线与匠心精神。地标项目启动，我制定最严苛工艺标准，引领行业走向精工化、规范化。这个地标项目是城市的脸面，也是我们精工匠人的脸面。我宣布3条死命令：第一，所有材料必须经过3重质检，国标环保，不合格一律清场；第二，所有工序误差绝不超0.5毫米，吊顶、水电、柜体，每一个细节都要精准到发丝；第三，任何人敢偷工减料、糊弄形式，直接开除，终生列入行业黑名单。严守标准，打造标杆。我们全程唐战监理，每一道工序都精准检测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瑕疵。陈总，石材干挂的误差要求0.3毫米，我们特意从德国订了激光头线仪，您看这精度够不够？不够，
把校准频率从每日1次改成每小时1次，我会亲自抽查。记住，地标项目的每块石材都要编号存档，后期出问题能追溯到具体责任人。施工正式开始，工地整洁规范，材料摆放整齐，工人严格按照标准施工。陈峰亲自巡检，用卡尺测量每一个尺寸，用水平仪校正每一个角度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无数业内人士慕名前来参观学习，纷纷拍照记录。陈峰的精工标准开始成为整个行业的施工准则。我协助监管部门查处违规装修队，张磊、李想、王总被永久禁入，行业彻底净化。陈大师，多亏了你的专业指导，我们精准锁定了多家违规装修公司，证据确凿。根据装修行业管理规定，张磊、李想、王总存在多次偷工减料、工艺造假、侵害客户权益行为，现作出处罚，永久禁止进入装修行业，并处以高额罚款。我们再也不能做装修了，这是不守底线的代价。装修是良心活，工装是责任事，没有匠心，没有底线，就不配做匠人，更不配吃这碗饭。违规者被彻底清理出局，装修行业越来越规范，精固匠人越来越受尊重。我成立精工培训基地，免费传授工艺，培养坚守底线的年轻匠人，让精工精神代代相传。孩子们，你们记住，做装修先学做人，再学手艺。做人要守良心，做手艺要守底线。毫米级的误差不是苛刻，是敬畏；国标级的材料不是浪费，是责任。你们要把精工工艺学在手里，把匠人底线刻在心里。以后不管走到哪儿，都要做靠谱的匠人，做良心的工程。陈大师，我们记住了，以后一定像您一样死守工艺，绝不偷工减料。谢谢您免费教我们手艺，我们要把您的匠心精神传下去。10年回顾，我从被打压的匠人成行业大师，用底线改变人生，净化行业。陈总，培训基地新一批学员的工艺考核都通过了，最小误差0.2毫米，比您要求的还精准。告诉他们，明天去刘姐家做售后回访。10年前，她是第一个信我工艺的客户，现在她的柜子该保养了。10年前，我是一个被发小嘲讽工艺死板，被同行排挤打压的小匠人，拿着5万分红被扫地出门。10年里，我被窃取方案，被恶意栽赃，被断工材料，却始终坚守毫米级工艺底线，从未妥协。10年后，我成为全国知名的精工大师，成立公司，打造地标，培养匠人，用坚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，也净化了行业的乱象。我终于明白，不管是装修行业还是人生在世，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投机取巧、唯利是图，不是人脉套路、花言巧语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技术实力，是守在心底的诚信底线。匠心不负，底线长存，这就是我一辈子的追求。我发布行业精工标准，成为通用准则，偷工减料的乱象彻底消失。我是陈峰，我坚守装修底线10年。今天我发布这份精工标准，不是为了标榜自己，而是为了给行业立规矩，给匠人立底线，给客户立保障。材料必须国标环保，施工必须全程透明，所有匠人都可以免费使用，免费学习。我想告诉所有人，精工工艺可以学，毫米细节可以练，但匠心底线永远学不会，偷不走。势力同行可以抄袭我的方案，可以模仿我的工艺，但永远偷不走我刻在骨子里的良心与坚守。愿我们所有匠人都能守住匠心，死磕工艺，让装修行业成为真正的良心行业、放心行业。我的装修底线，势力同行永远学不会。我凭匠心与底线，活成行业传奇。10年饮冰，难凉热血。我叫陈峰，一个坚守底线的装修匠人。我被排挤、被打压、被抄袭、被栽赃，却始终守住精工底线，拒绝偷工减料，拒绝工艺造假，拒绝投机取巧。我凭硬核手艺实力打脸所有势力同行，用诚信口碑站稳高端市场，靠匠心坚守逆袭成行业传奇。那些偷工减料、唯利是图的对手，张磊破产流浪，理想负债倍速，王总公司崩盘，他们永远学不会我的底线，永远只能仰望我的成就。我终于证明装修行业的底气，从来不是偷工减料的快钱，不是投机取巧的套路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手艺，是藏在心底的良心。匠心不负，底线长存，这就是我最硬核的逆袭，也是所有匠人该走的路。